這個韓國超熊男孩到底有多可怕？哦。为了中断節目錄像，直接暴怒把家裡砸個稀巴爛，把媽媽打成全身癱瘓、重度殘疾。姥姥來家做客，直接大聲辱罵強勢驅趕。 가요. 가라고요. 여기 좀 누워있을게. 가요. 할머니 여기. 가라고요. 가라고요. 隨後更是大逆不道，狂飆各種不堪入耳的垃圾話，把姥姥氣得當場暈倒。甚至最後連節目組的工作人員都害怕的跟媽媽一起躲進了房間。然而在爸爸面前，他卻乖得像條狗。 안지호, 네? 너 누가 더 알아본 거야 지금? 할머니. 똑바로 서봐. 너 할머니한테 어떻게 행동했어? 그대로 해봐. 응? 울지 말고. 왜 울어? 等爸爸前腳一走，他就立馬又現出原形。這天男孩因為不想上學，跟媽媽起了爭執，一氣之下他把手機重重摔在地上。好巧不巧，手機正好彈起砸在媽媽頭上。 나는 핸드폰 없어. 激動的兒子追上來，將媽媽死死抱住，邊拉扯嘴裡還邊說着我錯了，對不起等看似悔過的話。隨後讓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一幕發生了。這麼精彩的視頻，當然要配一些炸雞跟薯條，邊吃邊看。最近我經常用閒魚的省錢神券，漢堡炸雞9塊9就能買全套，真的特別省。吃喝玩樂我先推薦閒魚，閒魚真的太神奇了。男孩直接一個鎖喉抱摔，用力把媽媽摔在地上。媽媽強忍劇痛從裡面爬了出來。被兒子打成重度殘疾的他，面對愈加狂暴的兒子，早已束手無策，心力交瘁。隨後兒子也從雜貨間走了出來。 他直接憤怒一腳踹開媽媽房門，接着回到自己房間，拿起桌上的東西狠狠砸向地面。以上這些事都發生在5個月前。雖說男孩對媽媽的所作所為讓人恨得咬牙切齒，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自打節目播出後，大部分觀眾竟然都一邊倒的同情男孩，認為他只是生病了，不是什麼天生壞種，更不是什麼所謂的超雄。收到鋪天蓋地謾罵和指責的，反倒是全程被男孩嫌棄的姥姥。在上期節目中，吳博士敏銳地察覺到媽媽的童年時期似乎有着某種不好的回憶。一番交談後，媽媽終於鼓起勇氣說出了深埋心底多年的秘密。原來她童年的每一天都是在辱罵和暴力中度過的，而這位施暴者不是別人，正是她的媽媽。媽媽經常在冬天讓她全身赤裸地站在院子裡罰站，拿皮鞭和鎖鏈對她進行殘酷的體罰，大腿和後背被打得鮮血直流，卻不敢跑。一旦逃跑被抓到，等待她的將會是更加嚴厲的懲罰。姥姥也對當初的所作所為感到後悔和自責。她說以前小姑子總是欺負自己，但是因為有婆婆在，自己不敢反抗，只好將所有的委屈和不滿都發洩在無辜的女兒身上。儘管媽媽表示自己並不怨恨姥姥，但在多年前她患上了一種名叫纖維肌痛綜合症的病。醫生說的一句話讓她陷入了沉思。當時醫生明確告訴她，這種疾病往往與重大交通事故或嚴重的外部衝擊有關。既然她沒有遭遇過車禍，那麼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她童年時期遭受的虐待和毆打。在上期節目結束後的第2天，姥姥帶女兒和外孫一起回到20多年沒曾回過的老家。或許是觸景生情，讓姥姥想起很多往事。她躲在屋子裡掩面痛哭，聽到哭聲的男孩非常煩躁，她厲聲警告姥姥憋回去，安靜一點。出來後的姥姥突然大哭着跪倒在女兒面前，她責怪自己不敢打小姑子，只能無奈將窩囊氣發洩在女兒身上。她現在只想誠懇地對無辜的女兒說一聲對不起，但是刻在骨子裡的動作還是讓她不受控制的一邊道歉一邊下意識地不停拍打。如此抽象的道歉方式把男孩都看傻，而他接下來的舉動更是看得人哭笑不得。他先是幫媽媽擦去眼角的淚珠，然後又非常嫌棄地將淚水抹在媽媽身上。 나도 놀고 싶고 나도 쉬고 싶은데 맨날 그 어린 거 때리고 못 지키고 집안 관리 다 시키고 네가 잘못해도 나 때리고 고모가 잘못해도 나 때리고 엄마가 화나도 나 때리고 나는 엄마 용서하는데 재호한테 재호 마음 풀어줘야 돼. 這期節目播出後，在當地引發了很大的爭議。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大部分觀眾對男孩的所作所為都沒有表現出痛恨和鄙，反倒都很同情他的遭遇。很多人天天在網上給他和媽媽加油打氣，事情也真的在往好的方向發展。現在的男孩在頂級育兒專家吳博士團隊的介入下，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這5個月裡，雖說他的一些行為還是非常惡劣，但相較之前真的已經好了很多很多。媽媽的臉上也開始有了笑容。為了讓兒子懂得克制和忍耐，母子2人在烈日下面對面而坐，每次都要在保持不動的情況下堅持3個小時。回到家裡也要如此。媽媽用紙杯將他圍住，兒子固定一個姿勢不能動，全程不可以碰到杯子。起來的時候更是不能把杯子碰到。起初這種訓練對於男孩來說很是痛苦，但隨着次數的增多和習慣的養成，每天50分鐘的紙杯躺平訓練，讓男孩的專注力和忍耐力都有了很大提高。現在的他已經不會稍不順心就瞬間暴怒亂砸東西，而是能夠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完成長達2個半小時的手工。像瘋狗一樣的尖叫聲也再也沒有出現過。作為一名初中生，男孩曾經每天上學前都想盡辦法作妖，從而達到讓媽媽妥協不去上學的目的。但現在的他不僅可以獨自上學，由於節目的播出，竟還意外讓他擁有了不少粉絲。男孩以往的惡劣行徑不但沒受到同學們的鄙視，反而讓他成為了學校裡最耀眼的明星。有很多同學主動和他交了朋友，無論走到哪都會被同學們擁簇在中央，穩居 C 位，散發着他獨樹一幟的光芒。
스타가 됐어. 진짜.男孩也会经常邀请同学来家做客，妈妈笑得合不拢嘴。放在以前，这可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看着儿子能够有说有笑的和同龄人正常交流，妈媽別提有多開心了。飯後他們還一起去打了保齡球。之前在媽媽身上瘋狂展示暴力的男孩，此刻這種能力在運動上也得到了體現，好幾次投球都是全中。而在這場3對3的比賽中，有個隊友接連出現失誤，男孩習慣性的埋怨和指責讓對方下不來台。滿是嘲諷的言語，任誰聽了都會非常不爽，現場氣氛瞬間降至冰點。這麼大的孩子正是容易衝動的年紀，可能男孩再多說一句就會激怒對方，到時可能會爆發很嚴重的衝突。演播室的眾人也不禁為他們捏了一把汗。然而事情最終的走向卻完全出乎了在場所有人的預料。미안해. 어머, 눈치 원래 없었잖아. 눈치. 之後男孩乾脆自己不玩了，全身心的為這個隊員加油打氣。當經常失誤的隊友第一次成功擊倒球瓶後，他更是熱情的上前擊掌鼓勵，隊員又開心起來，氣氛也得到了舒緩。打完球後喝着飲料，彼此都敞開了心扉，約定以後要做一輩子的好兄弟。自從上次男孩把姥姥氣暈後，姥姥就一次都沒有再來過，整個人如同消失了一般。這次聽到女兒說孩子有了很大的變化，他發自內心的為這對母子感到高興。晚上他躡手躡腳的來到孫子房間，滿心期待明天孫子看到自己的反應。一夜都沒怎麼睡的姥姥次日清晨便早早坐在客廳忐忑的等待着，嘉賓們也跟着緊張起來。讓人感到驚喜的是，男孩起床看到姥姥後沒再像之前那樣大逆不道滿嘴狂飆各種垃圾話，反倒是主動友好的跟他打招呼，詢問姥姥最近身體怎樣。哇！想起5個月前的他，姥姥和媽媽此刻都感覺非常欣慰。幾天後，一家人外出旅行，男孩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體貼，主動承擔起搬運重物的責任。和媽媽玩遊戲時也完全沒有了之前的煩躁不耐煩，整個人都沉浸在享受遊戲的樂趣中，享受着親子間的歡樂時光。在吳博士為他們精心設計的互動環節中，一家人都向彼此袒露了自己的心，男孩更是首次擁抱了姥姥，和姥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張合影。隨後更是親手寫下了一張長達50字的懺悔錄，懺悔自己之前的所作所為。這次短暫旅行，全家人的臉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們的感情正在迅速升溫。視頻的最後，媽媽感謝了很多人。她曾經一直認為自己上了節目會被很多人批評，可事實卻恰恰相反。節目播出後，網友們的同情、鼓勵與幫助如潮水般湧來，就連兒子的同學家長也紛紛伸出援手。媽媽與節目組及整個製作團隊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很多個危急關頭都是他們第一時間仗義相助。어디가? 여기 사람이 쓰러졌어요. 와! 至此視頻已經接近尾聲，但有個有趣的彩蛋值得分享。節目播出後，雖然大多數網友對這對母子的經歷都表示同情與鼓勵，但仍有少數網友根據男孩的表現猜測他可能擁有超雄體質，是個天生的壞種。在節目錄製前期，吳博士也曾好奇地詢問媽媽是否做過產檢。媽媽說，剛懷孕時她的身體就總是出現異樣的疼痛，有時疼得她無法呼吸，死去活來。去醫院檢查也查不出任何結果。當時醫生強烈建議她打掉肚子裡的孩子，但她當時不知為什麼，想要生下這個孩子的慾望非常強烈。就這樣，媽媽承受着10個月的疼痛，成功將孩子生下。當時吳博士聞言後，臉上露出一種耐人尋味的表情，隨後說了這樣一段話。 물론 그렇다고 제가 어머니를 말씀을 드리는 건 아니지만 금쪽이의 이 발모광 증상의 원인이 되는 불안과 관련된 걸로 봐요. 13살이 되게 중요한 연령이라고 봐요. 그런데 이유가 그렇게 썩 좋다고 보질 않아요. 물론 그렇다고 제가 어머니를 또 그 이외에 또 다른 원인이든 오늘 굉장히 아주 면밀하게。 當時吳博士跟媽媽分享了關於超雄體質與孕激素的見解，但對於男孩是否真的是超雄體質，吳博士在節目後期並未給出明確結論，大家自行判斷。 엄마가 진짜 느낀 게 많거든.